刚下飞机，我直奔未婚夫的生日宴，打算给他一个惊喜。只是刚到包厢门口，就被一个穿黑丝套装的女人指着鼻子骂，叫多少遍了，现在才来，猪耳朵不用就割了拌菜，狗都不会当，还当什么服务员？我努力克制住怒火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服务员。女人蛮横地将酒瓶塞到我怀里，我可是副总的人，还没有人敢对我说一个不字。今天我说你是服务员，你就必须是服务员。这个包厢里邀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能服务他们是你家祖坟冒青烟。我握着酒瓶冷笑，这酒我敢倒，就是不知道在场有几个大佬敢喝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这是傅雨然的生日宴，我不想多事，只好进到包厢里面，打算亮出身份。刚把酒瓶放在桌上，女人又开始指着骂，你妈生你的时候是不是把孩子扔了？养大你这个胎盘，还是你家祖传耳聋脑残？听不懂人话，我让你倒酒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我深呼吸，才压住问候他的冲动，耐着性子问，你是副总什么人？我让他把邀请函发给你，这样总能证明我不是服务员了吧？女人的眼睛滴溜一圈，噙着笑意，好啊，你让副总发吧，我是他的私人秘书陈天晴。让这种没有素质的人进入公司，很难不让人怀疑傅雨然的用人能力。可能刚接手公司，业务还不太熟练，我自认倒霉。点开傅雨然的对话框，发了一个表情包，对面秒回一个红色感叹号。他把我拉黑了，可1周前他还问是否能参加生日宴，我回了个哭泣的表情包。你这种下等人怎么可能有副总的联系方式？装货！我直接点开资料页，这总是傅雨然的微信吧？那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被拉黑了？陈天晴怪声怪气，哼，指不定用什么见不得光的方式加的。就你这样不干不净不三不四的心机婊，只要我在一天，都别想沾副总的边。我气得笑出声，你最好别后悔现在说的话。后悔？他踩着细高跟逼近，抓起水杯泼到我脸上。我陈天晴从来不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。他把杯子砸在地上，发出巨大的响声，吸引来不少参加宴会的人围观。陈秘书又在教训妖艳贱货了，光这个月就38回了。这个女的好眼生，不是我们傅氏的人吧？傅氏还哪有女员工？都被陈秘书给开除了。这姑娘外套可是寸锦寸金的云锦，这不是一般有钱人家能穿得起的。陈天晴听到这句话反而更加嚣张，就算你是哪家的千金，在海市，我说什么你就得照做，否则我一个眼神就能让你家公司破产。一个秘书竟然有这么大的口气，到底谁在给他撑腰？你跟傅雨然是什么关系？我很严肃地问他。陈天晴怒斥，你什么东西也敢问我话？我跟傅总的关系可不是你不配知道的。这3年我接受过完整的情绪管理培训，所以一般不会有很大的情绪波动。但现在，一股无名火在身体里肆意乱撞。这外套不错，脱下来擦地吧。陈天晴忽然上手扒我的外套。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这衣服不是你能动的。我拽着衣服不撒手，陈天晴一把夺走，盘扣崩开滚落地上。我还就动了。他笑得嚣张，那又怎？如何呢？说着他还狠狠将衣服踩在玻璃渣里。去叫傅雨然。我对着门口的领班开口，就说方程喊他。
领班被我的眼神震慑到，匆匆去找人。围观的人开始议论纷纷。她是副总的未婚妻方程，不是出国留学去了？什么出国留学？都是对外的说法，实际是争权失败，流放到国外的。也是，方家3儿3女，方程还排行老小，怎么斗得过上面的哥姐？副总早就想解除婚约了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而已。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，明明我是去国外参加继承人培训，却被传成流放。看来我的哥哥姐姐们还是贼心不死。你就是方程？陈天晴怪声怪气，前方家千金这磨磨脸磨皮，在国外混不下去，回来扒着副总当寄生虫啊？当寄生虫就算了，我只是让你倒个酒，又不是让你陪睡，你有什么不愿意的？我冷声警告，如果你再出言不逊，我不介意替傅雨然开除员工。就你？陈天晴不屑，来啊，你敢动我一个手指头，我保证副总立刻跟你退婚。既然他找打，那我就满足。我扬起手正要甩在他脸上，手腕却被一个大掌拉住。回头一看，是傅雨然，眉眼凌厉，宽肩窄腰，不愧是我选中的优质基因。只是3年未见，他看我的眼神怎么变得如此冰冷？在我的地盘动我的人，方程，这就是你的教养吗？傅雨然居高临下，压迫感十足。副总陈天晴立刻变得委屈巴巴，方小姐上来就要打我，公主病大得很，这里所有人都看见了，让我堂堂傅氏集团总裁秘书的脸往哪搁？傅雨然紧皱眉头，跟陈秘书道歉。我简直不敢自己的耳朵，努力挣脱开他的钳制。你再说一遍。傅雨然拿起餐巾擦手，在国外莫少吃苦吧，听力都下降了。他怎么也认为我是被家族赶到国外的。由于继承人培训严格保密，我只说我去国外留学，学校是封闭式的，每月只可以练习1次。副总为我撑腰，晴晴很感动，当然不会跟方小姐一般见识，我只是心疼副总。方小姐脾气这么大，您怎么受得了的？陈天晴夹着嗓子，摇晃着傅雨然的胳膊。傅雨然笑笑，算是默认。你是傅雨然吗？我宁愿相信他死了，也不愿接受他变成现在这样。我和他相亲的时候，他明明有脑子啊，3年都没学会审时度势，悟性是差了点，还得你帮我教教他。傅雨然自然地替陈天晴整理头发。方小姐，你现在要听我的了。陈天晴夺过酒瓶，狠狠塞到我怀里，嘴角挂着明晃晃的得意。我一把将酒瓶摔倒地上，玻璃炸开，红酒液溅洒到陈天晴的鞋上。啊！他尖叫着扑到傅雨然怀里。副总，他不听我的话。方程，你别得寸进尺。傅雨然脸色一黑，虽然方家现在是海市的寡头企业，但你已经被踢出局，没人会再惯着你的大小姐脾气。我出不出局你别管，但你这是在出轨吗？我拧眉看着他放到陈天晴腰上的手。傅雨然赶紧松手，沉默片刻后又迎着我的目光，点了点头。那又怎么样？要不是2家口头约定了婚约，你以为我会要一个家族弃子当太太？方程，做个聪明人，看清楚自己现在什么身份。我被气得想笑。傅雨然，你多大脸？副总，人家还不领情呢。陈天晴又扒上来，你也不要太念旧，该舍就舍。我奶奶把订婚礼都送了，只能将错就错。傅雨然故意用畏难的语气。我撇了撇嘴，小声吐槽，没看见你家订婚礼正在地上安息呢。傅雨然往地上看了看，又疑惑地看着我。傅家奶奶是著名的非遗传承人，最后一件作品便是这件云锦套装裙。我在展览上看见后很喜欢，
隔天傅家奶奶便亲自登门送来当订婚礼，约定傅雨然当上继承人之后就结婚。那时候我和傅雨然的相处也比较和谐，便应了下来。傅雨然还在不明所以，我只好说清楚，婚约取消，我方程和你傅雨然再无任何关系，就因为让你倒个酒，你就要取消婚约。傅雨然不敢置信，他完全没认出地上脏鱼的衣服是订婚礼。我已经十分心累，你说是就是吧？傅雨然冷着眉眼，你说取消就取消，我笃定，我说取消就取消，意识到我是认真的。傅雨然怔住了，既然没关系了，还舔着脸站在这干石磨，哪凉快哪待着去。陈天晴眼睛里满是兴奋，那太好了，我早就想走了。我立刻往外走，却被傅雨然挡住。方程，你摔了我的红酒，这事不能算莫发生。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我掏出手机，懒得跟他们废话。你赔得起吗？陈天晴鄙夷，这酒可是傅总在拍卖会上点天灯拿下的，你一个落魄千金哪有钱赔？难不成要出去卖？直接说价格。我打断陈天晴，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我知道你没钱，这样，你低头认个错，说声对不起，我就原谅你。傅雨然仰着头，等着我服软。你们脑子不好，耳朵也不好。我喊出声，直接说价格。傅雨然顿了读，掷地有声，100万。还真是。狮子小开口。我在手机上划拉2下，100万转入傅雨然账户。你哪来的钱？傅雨然皱眉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做什么事了？他径直抢走我的手机，幸好我抢先锁屏。他不知道密码，试了好几遍后，手机强制锁定。把手机给我。我伸手，待会有个重要电话，等宴会结束了，自然会还给你。傅雨然把手机交给陈天晴，想要手机就乖乖听话。今天来的都是傅氏的合作伙伴，你要好好服务他们。我已经忍到极致。傅雨然，你别逼我翻脸。傅雨然重新拿了一瓶红酒，脾气还这么带，也就我受得了你。给你个台阶就赶紧下来，要不然等会台阶就没了。我攥紧拳头深呼吸，他应该庆幸我不打过生日的人，但这口气我不能忍。什么体面什么关系，都去见鬼。今天要是不让傅雨然付出代价，以后半夜都会气得醒过来。我接过红酒，默默退到角落。傅雨然终于满意了，去请宾客入席。服务人员赶紧收拾好地面，皱成一团的外套被丢进垃圾袋带走。陈天晴吹着指甲嘲讽，在这装半天，还以为你多大本事呢，还不是得给我们傅总当狗。我把头扭向一边，懒得理他，这个动作却惹恼了他。陈天晴又要伸手骂骂咧咧，我反手给了他一巴掌，3分力足够让他自动消音。目睹这一切的宾客们站在门口面面相觑。傅雨然冲进来推开我，几个眼熟的人已经认出我来，脸色顿时煞白。自己人不听话，总要管教一下，大家不要在意这种小事。傅雨然背过身邀请，请入座。宾客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再看看紧绷着脸的我，没一人敢坐下。傅雨然不解，怎么了？大家的脸色怎么都这么难看？各位长辈不用为我挨打感到气愤，我们做秘书的难免会受到不公平对待。陈天晴努力装出很感动的表情，只要傅总对我好，这些苦和怨不算什么。众人的脸色变得更加气愤了，站得腿酸。我只想快点结束这场闹剧，于是对着为首的万盛 CEO 万总点了下头。傅雨然的座上宾们才慢腾腾入座，陈天晴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。愣着干嘛？挨个倒酒去啊！不喝酒。
万总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。万总，您不用客气。傅雨然浅笑，这酒是我专门给大家的准备的。雨然，你最近都没看新闻吗？万总语气严肃，想拉一把亲外甥。我刚从非洲视察完子公司，直接来参加生日宴了。最近是有什么大新闻吗？我拍了拍万总的肩膀，坐下，我来倒酒。万总诚惶诚恐，不合适。舅舅，傅雨然理所当然道，方成给您倒酒是应该的。血红的酒液慢悠悠淌入高脚杯，万总的脸霎时比锅底还黑。这位是顶峰的周总。傅雨然还介绍起来了，只是周总看起来有种被点名的狂躁。我安静倒了一圈酒，傅雨然也介绍了一圈。陈秘书说我能给大家倒酒，是我家祖坟冒青烟了。很好，我都记住各位了。我把酒瓶放下，闷响声让在座的人恨不能钻到地心。只有傅雨然不满地瞪我一眼，嫌我动作声音大。他举起酒杯，感谢各位长辈参加我的生日宴，让我们干一杯。没人敢举杯，一个个都看着我，看我干什么。我敛了笑意，喝啊！身经百战的老总们一个比一个迅速，端起酒杯闷头喝。傅雨然的手僵在空中，一脸迷茫地看着众人。方成，你什么态度？陈天晴率先鸣不平，你这要是得罪各位老总们吗？你出去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万总咬着牙警告，听到没？滚出去！陈天晴再一次指着我鼻子，我说的是你。万总急得去推搡陈天晴，傅雨然冲上去搂住，舅舅，晴晴是我的人，你不能这样对她。什么你的人？你未婚妻在这里，你抱着别的女人算什么？傅雨然不以为意，那又怎么样？方成要想当富太太，就该夹着尾巴讨好傅家，当然还有万家。啪！万总一个大耳光把傅雨然打懵。你这个混小子！万总恨铁不成钢，敢这么跟方氏集团的掌门人说话，是要拉傅家和万家去死吗？什么？傅雨然瞪大眼睛看着我，不可能，他3年没回国，一看就是被踢出局的。舅舅，其实半年前我去找过方成，我亲眼看到他在中餐厅打工，过得很凄惨。我无语撇嘴，明明我是高高兴兴地参加为期7天的基层体验，怎么看出来惨的？万总掏出手机摔到他脸上。方氏集团已经宣布第17任接班人方成通过继承人培训，近期将上任董事长一职。方成，已经是你是傅家高攀不起的人了。傅雨然一脸茫然，慌张地去翻看手机，手抖得跟筛子一样。万总严重了。我擦去手上的红酒渍，万总毕恭毕敬接过擦手巾。方总，雨然他刚接管公司，忙得昏了头，还请方总不要跟他计较。傅雨然，还不跟方总道歉？傅雨然从震惊到勉强接受，浑身像是脱力一般低着头。道歉就不用了，麻烦把我手机还给我。我落座主位，看向一脸不服的陈天晴。万总，就算方成是什么掌门人，但他也是我们傅总的未婚妻。陈天晴站出来鸣不平，现在气焰就这么嚣张，将来嫁进来还不把傅家搅翻天？我看还不如趁早切割，别被他唬住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万总气急败坏，就差掀桌子。陈天晴缩着脖子求助傅雨然，傅总，我也是心疼你，你先出去吧。傅雨然急忙推开，别废话了，快点把手机给我，我实在不想再看到他们演戏了。看着万总和傅雨然的态度，陈天晴只好把手机递过来。忽然，手机荧幕点亮，显示视频通话。陈天晴立刻把手机丢进玻璃杯，假装被吓到。泡在水里的傅奶奶3个字格外刺眼。
打来电话的是在寺庙清修的富家主母，2年多没联系过外面的人，连傅雨然接管傅氏集团都莫表过态。傅雨然每天勤勤恳恳汇报公司情况，也从来没得到过回复，所以很多人都不看好傅雨然。傅雨然眼疾手快，赶紧捞起手机按下通话键，但手机也黑屏了。傅总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又是熟悉的泪眼汪汪。傅雨然反手给了陈天晴一巴掌。滚！陈天晴捂着脸不敢置信。雨然，我跟了你这么久，有苦劳有功劳，你现在竟然打我！傅雨然气不打一处来，要不是你开了秘书室，我能不知道新闻吗？还有今天，你好端端的让他倒酒干石磨，有服务员，有你这个秘书，哪个不能倒酒？陈天晴委屈，我以为他跟上次那个吴家千金一样，故意接近您，想让他出个丑，死了这条心。这事我知道。吴家千金扮成记者采访傅雨然，被陈天晴关起来羞辱了1天1夜，人出来的时候精神都恍惚了。吴家被傅氏压着不敢有动作，打碎牙往肚子里咽。雨然，我做这些都是怕外面的女人影响你。陈天晴悬高光上了，又蠢又坏，还横向霸道，显然被恶心到的不止我一个人。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给我滚出去！万总直接推着陈天晴往外走，骂骂咧咧的万总在拉开包厢门，瞬间愣住，深深鞠躬，老夫人。所有人都恭敬又惶恐地站起来。何德何能，竟然能看到多年没露过面的傅家老夫人？本来不想上来的。傅老夫人满头银发，笑得慈眉善目，但小程没接电话，我只好来看看是不是生奶奶的气了。我没反驳，手机刚好坏了，想着回去之后给您回一个呢。奶奶，傅雨然想扶一把老夫人，直接被无视。傅老夫人拉着我坐下。小程，3年没见，奶奶天天盼着你回来，现在回来了，是不是该考虑婚姻大事了？听到这里，傅雨然像是被启动了一样，默默站到老夫人身后，目光哀怨地看着我。奶奶您看，我穿的是您送我的衣服。我站起来转了一圈，真好看。傅老夫人满意地笑了。我记得你说过，要穿着这身衣服和雨然订婚呢。你看看我，为了得到这身衣服，什么话都敢乱说。我摇摇头，这身衣服的外套毁了，那话也不作数了。傅老夫人脸色沉了沉，又拉起我的手安慰，没关系，奶奶不仅会做衣服，还会修补。你把外套拿来，我肯定能恢复原样。这个得看监控才知道外套在哪。荧幕上陈天晴扒外套，踩外套的画面一清二楚。最后外套装垃圾袋，垃圾袋装车，垃圾车开出。傅雨然脸色长得通红，颤抖着嘴唇想解释，又支支吾吾说不出话，看来是找不回来了。我起身，而且我也跟傅雨然谈好了婚约取消。傅老夫人急忙赔笑脸，小程，看在奶奶的面子上，我不会因为今天的事针对傅家。我当然懂得个人情绪不能凌驾于家族利益之上。傅雨然跪下跟小程道歉。老夫人怒声，扑通一声，傅雨然跪得干脆利落。我赶紧起身转到一边，让傅雨然跪了空。傅老夫人叹气，明白了我的态度。方程，傅雨然跪着想要上前，被傅老夫人的拐杖挡住。对不起，衣服我会找回来，手机我给你修好。傅雨然一脸诚恳，希望你重新考虑婚约，手机就不用修了。我内心毫无波澜，刚才摔了一瓶红酒，你让我赔了100万，现在我手机被你的人搞坏了，你也赔我吧。说到手机，陈天晴终于敢插话。方小姐，手机是我搞坏的，请你不要为难傅总。多少钱？
我给你。不要钱。我轻笑。给我朋友当1个月秘书就可以。好。陈天晴一口应下，又委屈地看着傅雨然，傅总，我是心甘情愿的。傅雨然似乎被感动到，重重点了点头。2个人跟苦命鸳鸯似的。傅老夫人的脸难看到了极点，一眼都不愿再看傅雨然。我这个朋友姓吴，是我幼稚园同学的狗友家的邻居女儿，前不久被人欺负了，状态有点不好，麻烦陈秘书多费点心。吴家不敢碰的人，我主动送上门，未来2家若有合作，应该无比顺利。傅总，方小姐这是送我去死。陈天晴反应过来，傅雨然张口就要哀求，奶奶，我只想跟小程说说话，怎么今天这里这么吵闹？傅老夫人重重敲了下拐杖，没用的人能不能闭上嘴？万总一眼就看明白了，立刻动手把蛋糕闷在陈天晴脸上，红酒倒在傅雨然头上。小程，奶奶送你回家。傅老夫人脸上有了微笑。外界盛传傅雨然得罪了神秘大佬，要不然高高在上的傅氏总裁会在烈日下徒手翻了80吨垃圾，手废了也不敢停下。傅雨然倒是在3天后托人送来一件用纯黄金做的衣服，据说价值1000万，捐了吧，附上傅氏集团的名字。秘书点头，递上另一份档，和吴家的合作，对方主动让利10%以表感谢。至于陈天晴，吴家靠收高利贷起家，现在转型做物流公司，但折磨人的手段应该还有传承。最近大小姐和傅雨然走得很近，据说有联姻的迹象。我无语，我大姐还嫁3回了，还不知道联姻只有将将联合才有用啊。大小姐有意靠着傅氏集团杀回来，秘书亮出证据，要提前干预吗？不用，你去告诉傅老夫人，我现在不忙了，可以见线成身。我有了新的想法。成身是傅老夫人的娘家侄子，家里的产业不比傅氏集团小，傅老夫人主动推荐他，看来对傅氏集团似有不满。我不愿掺和别人家事，但也不代表随便谁都能掺和到我家。成身接管成氏集团后1年就把利润翻了2番，是个有能力的人，长得还跟斯曼男一样，身上有一种和傅老夫人相似的沉静感。你说你为了一身衣服都能答应订婚？成身轻笑，我对那身衣服可是一见钟情，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自己好笑。我家里还珍藏着一件姑姑的作品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让方小姐再钟情一回，那要看了再说。我不排斥她的靠近。成身结完账去卫生间，我在餐厅门口等他，听到有脚步靠近，抬头一看，竟是傅雨然。他直接冲到我面前，小程，你还是在乎我的，我一说要结婚，你就来找我了。小程，成身走到我身边，低语，他要是能这样喊你，我可要叫你小柳丁了。方小姐。傅雨然不敢直面成身，只能低下头。我给你发了这么多资讯，你为什么一条都不回？我每天都盼望着你能回我，哪怕一个表情也行。以前你在国外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经常聊天的吗？傅雨然，你不是把我拉黑了吗？这又是在搞哪出？我没有。你看，我天天给你发信息。傅雨然给我看他的对话框，满屏的小作文。他发信息的对象和我以前用的头像一样，这才是方程的微信。程深故意亮出置顶，刚加的，绝对是真方程。傅雨然不相信，当即发了一个表情过去，手机提示音却在身后响起。轮椅上的陈天晴划开手机，声音很疲惫，这个微信是我的，你从国外回来，我就拿你的手机拉黑方程了，又加了我的小号，让你以为这是方程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傅雨然怒不可遏，我怕失去你，
陈天晴摇着轮椅拽住傅雨然，雨然，我为了你受无家的折磨，腿也断了，孩子也没了，你不能不要我，我会对你负责。傅雨然奋力甩开，但我心里只有方程，你别做梦了。表弟，你也别做梦了。程深抿着嘴，你都要结婚了，别家里有一个，外面拖着一个，还要纠缠方程，恐怕你无福消受。看在傅老夫人的面子上，给你提个醒，我大姐可不是眼里能进沙子的人。我心情好，主动提醒。傅雨然顿时红了眼圈。方程，我就知道你还是关心我的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就不娶别人。我赶紧闭着嘴巴，拉着程深往电梯走。电梯门合上的那刻，陈天晴发疯似的捶打傅雨然。傅雨然眼巴巴盯着我和程深越靠越近的身体。我大姐和傅雨然结婚那一天，我代表女方坐在主桌，新人敬酒的时候，傅雨然亲自给我倒酒，我自然也献上祝福，祝二位永浴爱河，同甘共苦。这边婚礼最热闹之际，那边程家做空傅氏集团的计划书已经发到我邮箱，算是我给他们的新婚礼吧。他们出生就躺在金钱权势之上，也该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。婚礼消息还在头条，突然爆出傅雨然被罢免总裁一职，无限期退出傅氏集团，傅家人人自危，集团陷入慌乱。程深出手快准狠，加上我的暗中助力，以及傅老夫人的刻意无视，傅氏集团3个月就缩水1半资产。我大姐火速离婚，带走傅雨然1半资产，开始物色下一家。傅家的人也看出端倪，纷纷带着资产自立门户，之前被傅家打压过的企业纷纷围剿。傅雨然彻底出局，他想回傅家，但被我大姐折磨的只剩一口气的陈天晴抓着不放，要么一起回，要么一起下地狱，这辈子别想摆脱他。被重伤的傅家早就恨死这2个瘟神，连门都不让进。傅雨然应该知道了真正的家族弃子是什么样的。孕8个月的时候，我想吃汉堡，于是去了速食店，刚进门就看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在拍桌子，凭什么不能再给我倒一杯可乐？我让你倒，你就必须倒，信不信我一个眼神就能让这里破产？围观群众纷纷议论，这么大口气，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何止脑子，脸也有问题，比城墙还厚。他好像是员工家属吧，天天来这待着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长得好像是我前同事陈燕女哎，只要是女的都开除。有这种奇葩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一个疲惫的男生连连道歉。我妹妹说的是胡话，打扰到各位顾客了。谁是你妹妹？女人癫狂，你睡过我，就是我的男人。男人似乎忍耐到极点，你从实习生睡到总裁秘书，那么多男人为什么偏偏拉着我不放？你流产过的孩子根本不是我的，我被你骗得好惨。哼，我就赖着你，这辈子你都别想跑。女人摇着轮椅去柜台闹着要可乐，围观的人群跟着去热闹。我和穿着工作服的傅雨然四目相对，好久不见。我率先开口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让你倒酒。傅雨然说得很急，似乎演练了很多遍。都过去了，不必再道歉。我浅笑，那场生日宴对我来说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。打散傅氏集团跟傅雨然无关，我不想让大姐借势作妖。程家早就想吞下傅氏业务，老夫人在婆家腥风血雨拼了半辈子，功劳都是傅家的。傅雨然生日宴让他看清傅家的后代跟老头子一样，永远既要又要。婚礼里吞下的针一根根又刺痛起来，老夫人决定为自己出口气，于是为娘家出了份力，也当不忘自己是程家长女。我每天都在后悔，为什么要那样对你？
傅雨然的眼眶深深凹陷，吃了不少苦楚。我明明对你是有感情的，为什么要纵容别人肆意伤害你？我后来才明白，我想看到你的脆弱，看到你求我保护的样子。我想你依赖我，我只是用错了方式。我好后悔。他疲惫的眼睛里流出眼泪。现在也有人依赖你啊？我嘴角带着笑。不，我只要你的依赖。傅雨然上前想要抓住我，几个黑衣保镖立刻冲出来按住他。自从他的生日宴后，我就组建了安保团队，以防自己陷入不可控的场景。傅雨然在身后大喊大叫，求我看他一眼。我捧着热乎乎的汉堡推门而出，程深站在车边，邀功似的问：续完就情了？我可没打扰你们。没有旧情，纯路人。我撇清关系，走吧，姑姑在家等我们呢。说新做了一件宝宝衣服。爸妈知道宝宝跟我姓的事了吗？说了，他们听我的，我听你的。程深扶着我的腰，你不仅是方家的老大，还是程家的老大。记得白纸黑字写下来，已经放到你办公室了。程深虔诚握住我的手，还有一份专门给你的信托，里面有我90%的资产。方程，我会一遍一遍证明我爱你。我相信他的爱，但我更相信真实的东西。我咬下一口汉堡，美味在口腔炸开。10岁那年，大哥被选为继承人后，将我们5个弟弟妹妹叫到餐厅，一人发一个汉堡，提前演练一下。等我回国后，你们就只能吃这个了。后来大哥没通过继承人培训，送到非洲挖煤。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，厮杀更加惨烈。无数个日夜后，我成为了唯一的胜利者。我飞去非洲，给大哥送了一箱汉堡。车子刚驶出，司机提示有人追车，那人眼神通红。我靠在程深肩膀，闭眼休息。或许后面的眼神是懊悔的，也或许是怨毒的，但无所谓。姐从不回头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